and show me how you move it. Go ahead, put your back into it. Do your thing like it ain't nothing to it. Shake, shake that ass, girl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亮大胖子。我现在呢人在阿布扎比的巴士站，准备在这边坐大巴去迪拜。没想到就是这边去迪拜人超级多，那个队排的超级长。我们本来是计划坐8点半的车去的嘛，然后现在是8点45左右了吧，我们还没坐上车，我们也不确定一辆车能不能坐上来。反正就趁现在等待的时间吧，来浅浅的聊一下对阿布扎比这边的感受。A few moments later. 来到迪拜的第一站，我们去打卡了哈利法塔，它高达828米，是全球最高的建筑。我们买了登顶的票，结果天气不行，望出去都是黄不拉几的一片。票价呢也是真的不便宜，不同楼层、不同时间段差价很大，黄金时段比如日落还要翻倍。我们这次买的门票差不多人均300块，只能说这钱花的有点心酸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景色、这票价，你们会想登上去吗？可以在弹幕或评论区留言给我哦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呢是在前往迪拜 Mall 的路上。我们刚才其实已经上过哈利法塔了，哎呀，这中间其实有一系列的曲折，想让我慢慢给你道来吧。就是本来的话，我们今天的行程是预约的12点半上哈利法塔，因为票已经买好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在12点半上去嘛。但是因为我们阿布扎比的那个巴士不是晚点了嘛，我们本来计划的是到了迪拜之后去酒店 check in 完了之后呢，再去哈利法塔那边。因为今天巴士晚点，完全都来不及，所以我们就直接拎着2个大箱子就去哈利法塔了。但是幸好呢，哈利法塔它那边可以寄存行李，而且是免费的，所以我们就赶紧的上去看了一下。说实话，哈利法塔上面我觉得并没有那么多可看的。首先今天的能见度啊就不是很好，所以你其实看不太清楚远处。我们上去的是124和125层嘛，就是最基础的那2层，就感觉其实看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差别，景色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好，所以我们在上面大概就只待了1个小时吧，就下来了。然后因为今天是12月31号是跨年夜嘛，哈利法塔还有另外迪拜其他很多地方都有一些活动啊什么，像哈利法塔的话就会有那个烟花秀，我们准备也去凑一下热闹。所以今天哈利法塔周边的交通就是会封路啊什么。地铁的话，它是5点以后哈利法塔那个地铁站它就会关了，所以我们就是得赶紧的先去这个酒店 check in 之后，再在5点之前赶到哈利法塔这样子。我们其实已经紧赶慢赶赶在5点之前了，但是没想到刚才那个地铁上它还是过站了，没有停哈利法塔，所以我们只能多坐1站，走20-30分钟去哈利法塔这样子，相当于强行的来了一个 city walk。而且刚才地铁上人也超级多的，我估计大家应该都是来这边的，因为我们今天也没有买什么要钱的那种门票嘛，也不想特别早提前什么7-8个小时就去在那儿坐着排队，所以就只能到时候看情况随机应变，可能就随便找一个位置简单看一下吧。希望晚上的时候能够顺利一点，能够早点回家。估计今天也是非常 tough 的一天。你看我现在前面的这些乌泱泱的人群也是一样的，就是应该都是去迪拜 Mall 的人。然后刚才发生一个很神奇的事情，我们不是要走去哈利法塔嘛，然后在一个路口的地方就开始分流了，好像这条路就只允许那个 family 的人走，单身的人就不能走这条路，可能要去绕远路什么的。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什么一个规则，有一点搞不清楚。幸好我和这先生是2个人，所以就还好。因为没有票嘛，所以就要不停的一直绕远路，最后最起码走了有1个多小时吧。越接近迪拜 Mall 那边人越多越挤，然后等我们终于快到迪拜 Mall 的时候呢，又被告知说迪拜 Mall 关门了，反正就是进不去这样子。本来我们是计划在迪拜 Mall 里面先逛一逛啊，吃东西，然后等到快到0点，比如说10点、11点的时候再出来，然后随便找一个能看到哈利法塔的位置，就在那边稍微看一下烟花。那个计划就完全被打破了。最后我们纠结之下都觉得还是算了，就放弃了，然后就打车回酒店，在酒店旁边随便找了一家店去打包了一些东西回去吃，就这样子跨了一个不是那么有氛围的年吧。这件事情也是给我一个教训，如果要去参加跨年的话，真的不能像我这样完全无计划的去，至少你得做一些攻略啊什么的。而且如果说你想要跨年跨的舒服一点的话，最好还是去买它的一些票啊，就占据一些比较好的位置这样子。如果说想要经济型一点的话，我觉得最好带上一些水啊、食物什么，提前比如说6-7个小时去占据有利地形，
这样子才会比较好。然后像我们这样子的话，真的不行，而且真的就是我觉得年纪大了，有一点折腾不起的感觉了，真的。Hello， 大家，今天呢是在迪拜的第2天，我现在呢是在棕榈岛观景台这边准备入场了。那现在呢我只有1个人，为啥呢？因为 Z 先生他发烧了，所以他在酒店休息。我真的是无语了，这次我们来中东感觉就是特别不顺，每天都有一些预想外的事情发生，你的行程就被迫被打乱这样子。然后今天早上 Z 先生他吃完早饭他就觉得有点不舒服了，后面就发现他发烧了。他说可能是因为那天在阿布扎比等巴士的时候着凉了，因为那天早上其实还是有一点冷的，他只穿了一件短袖，所以说大家来这边还是要准备长袖哦。然后今天早上我们就是在酒店稍微休息了一下，去药店给他买了一些必需品这样子，然后他现在在酒店休息。今天晚上我们还订了帆船酒店的自助餐啊，我希望他能够休息好，晚上有精力一起来吃饭吧。看这个乌泱泱的人，全部都是排队上这个棕榈岛观景台。我感觉这个人真的是比昨天上哈利法塔人要多了。Hello， 大家，我等了大概有1个小时吧，我终于上来了。你可以看到我后面就是棕榈岛啦，号称是世界第8大奇迹。它这个岛呢是完全是人工造的，然后上面的话呢，基本上全部都是酒店啊什么的，反正可以说是一个土豪的岛吧。我现在所在的是52层，你能看到它后面全部都是有玻璃在那儿的。拍照的话其实不是那么适合。那如果你买到54层的门票的话，就会没有那么大的玻璃遮挡，是比较适合拍照。本来我们是想买到54层的，但是昨天我们看的时候已经买不到了。现在来看的话还好没买到，否则的话损失巨大了。远处这个呢是那个摩拜眼，你看我后面这个就是亚特兰蒂斯酒店啦。你看这个酒店好像也是比较新造的一个酒店，然后那个造型也蛮奇特的。哇，你看远处是帆船酒店，然后哈利法塔也能稍微的隐约看到一点。看这边就是棕榈岛的背面了。哇哦，同志们，我来到传说中的帆船酒店了。Hello， 大家，那今天的晚餐呢，我们来到的是帆船酒店。它里面有一家阿拉伯风味的餐厅啊，我们先来吃它的自助餐。那现在呢，这样我来带大家看一下他们家的自助餐到底有一些什么好吃的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再来揭晓一下这顿自助餐要花多少钱。然后这边是海鲜区，但它这边海鲜基本上都是生冷的。对，你看这边是沙拉。然后这边就是有一点偏那个阿拉伯那边的，这个是好像是羊的什么，看不懂，羊的饺子还是什么？像这种就说实话我都不太想要去拿。超大的羊排饭，哇，这啥？哦，这个看上去还不错。哦，你看这边是它的甜点区。一会儿来尝一下，我感觉这边的甜点应该会特别甜，还有一些水果啊什么的。第一轮呢，我拿了2盘，然后这盘就是都是海鲜，真的感觉好久没吃海鲜的感觉了。然后这盘就是有一些沙拉呀，还有一些肉啊。然后我看到那个就是这2个是他们这边的，应该算是特色吧，蜜枣。然后拿2个来尝尝。先来吃一下它这边的这个特色蜜枣，这我觉得还可以，没有想象中的甜。我觉得这个枣是好吃的，它里面的籽也是没有，我可能已经刮掉了。他说这家餐厅呢，是我提前在网上预约的。帆船酒店它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进来参观的，
就你进来的时候，门口就会有保安来问你嘛，你就要跟他说你是有预约这边的餐厅，给他看过，他才会让你进来。现在我们要来拿我的第2轮。现在来吃我的第2轮。刚才拿的那个有点像咖喱的味道，确实不是那么有弹性的感觉。啊，早知道不拿2个了。然后它的味道也不是那种咖喱的味道，稍微有一点泰式的感觉。先来尝一尝这个鱼哦，不知道是什么鱼。但我觉得这个鱼好吃。这个鱼怎么说呢？就是一般的那种炸鱼吧，炸的水平还行，味道也还行。这个哈密瓜好吃，特别甜的那种，而且它是比较软软的。刚才吃了一口淡菜哦，好咸啊，就感觉全都是排水味，不好吃。我先来吃一下它的甜点了。这个就是它那个一般的蛋糕，有一点焦糖的味道。那我觉得总体来说啊，这家的自助餐的味道呢，就是中规中矩吧。我觉得跟一般的自助餐的水平是差不多的。但怎么说呢？与其说你来这边是奔着它的美食而来的，那还不如说，其实你是奔着一个在帆船酒店吃饭的这样一个体验来的吧。那所以说，如果说你是一个对美食比较有讲究的人的话，我觉得是可以放弃这一家的。如果你是想要体验一下帆船酒店，然后顺便来吃个饭的话呢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OK， 那最后呢，我们来揭晓一下这顿饭一共吃了多少钱呢？答案就是900迪拉姆。也就是说，人均是450迪拉姆，它就是这一个自助餐的价格。因为我们另外没有再点饮料嘛，所以另外也没有再加钱。本来我以为他们给我们提供的水是要另外收费的，结果也没有，都是包含在里面的。所以我觉得对于这家在帆船酒店里面的餐厅来说的话，这个价位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。只不过因为Z先生他今天生病嘛，所以没法吃很多，然后再加上我也不是一个特别能吃的人，所以对于我们2个来说的话呢，会有一点不划算吧。等一下我们再去逛一逛帆船酒店里面，然后就准备打道回府啦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帆船酒店一进来的这个大堂，这边就是帆船酒店入口的地方，这边是看不太到它的帆船的样子的。看这个两边它也有一些比较奇特的建筑，感觉应该也是酒店吧。对，然后你看这个桥是连接帆船酒店到这个主要街道的这么一个桥。然后现在我们就要回去了。后记：关于阿布扎比的感想。首先，它这边的气候啊，早晚温差会有一点大。你看现在早上嘛，我现在穿的是一个长袖的外套在外面，然后我还是觉得会有一点冷。但是到了中午，太阳完全出来之后呢，就会变得非常晒，非常的热。虽然说它这边的最高温度只25、26，但是你体感温度绝对不止那么多。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，它又会稍微凉下来一点，所以我觉得来这边的话，长袖是必备的。再来呢，就是它这边的交通啊，它这边就是公共交通还蛮不发达的。所以我们这2天出门呢，都是靠打车。就你如果在 Google Map 上面搜开车，比如说10几分钟的地方，就还蛮近的地方。但是你如果坐公共交通的话，就是需要1个小时什么的，就还蛮夸张的。它这边其实打车还蛮贵的。我来之前呢，看小红书上面有推荐一个绿色的打车软件，然后我们第1天的时候呢，是用了这个软件，还有 Uber。这2个软件其实价格差不多，大概就是很近的一段路吧，比如说10几分钟的车程，它就要50、60人民币了，都觉得超级心疼。然后我们第2天的时候呢，尝试了一下当地的出租车啊，就发现当地出租车的价格是打车软件的1半，我就觉得第1天特别的血亏。而且当地出租车它其实也很好拦，是路上其实都有很多，就招手它就会停下来了。所以呢，在这边的话，推荐大家坐当地的出租车。然后另外一个发现呢，就是我发现他们大街上啊，基本上看不到当地的女性，就感觉他们当地女性好像都不出门的那种感觉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这边的文化啊、习俗的关系啊。如果有知道的小伙伴呢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大家一起科普一下。然后再来一个呢，你说阿布扎比繁不繁华啊？其实我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繁华。这2天看下来啊，就感觉它真正繁华的只有去酋长大皇宫的那一条海滨公路那一段。那一段的话，它路边上会有很多那种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啊什么的，就看起来还蛮高级的。但是你去别的地方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可能也还好，大概也就是国内的2、3线城市的水平吧。也有一些地方是比较脏、比较乱的。像我们这次的酒店呢，是在市中心啊，但是周围是居民区这样子，周边呢就会有很多很接地气的一些小店啊、小餐馆什么的，不会感觉特别豪华的那一种。OK， 那以上呢就是我对阿布扎比的印象了。